昨天啊，那个突发事件后的7小时，习近平一定是暴跳如雷。是谁害了朕的好事儿？这党内反西势力贼心不死啊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敢对着干。他就想，朱镕基在临终前的身边只有4拨人马，到底是谁对外泄露了他去世的消息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卫。美西时间8月12号，昨天啊，习近平度过了非常关键的7小时，他就面临2个选择，到底是密不发丧呢，还是就坡下驴？这事儿啊，咱必须得清楚。在11号的时候，中共政府在舆论上就引导大家只关注一件大事儿，那就是江泽民诞辰100周年。这对老习来说啊，至关重要。因为昨天的节目咱讲了，他能有今天，原来顶多也就是个副总理，现在啊直接当成了一把手了，那还不就得感谢江泽民吗？他不会感谢胡锦涛的。你也不要讲什么红2代、红3代，那个时候说了算的人只有江主席一个。那本来这好事啊，11号开始，这纪录片都播了2集了，就等着17号在人民大会堂几千人出席，要为老姜办一个诞辰100周年，说明老姜的眼光不错，把我给推荐上来了。你看这不好事吗？但是偏偏在第2天，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2号的11点02分，这是网上就已经传出来朱镕基去世的消息了。这帮人呢，无论是在海内外，他发的都非常有艺术，叫做网传朱镕基去世，要么是朱先生什么再见了，要么朱先生一路走好。那大家一听就明白啊，这么多年没出来了，那是肯定快死了，一查年龄98岁，还差2月。你看这件事啊，对于老习来说，那就是2选1。现在的市面上，包括这个海外，都已经传这个朱镕基去世了。你现在还能不能玩那个密不发丧？实际上他已经玩过啊，那就是那个江泽民去世的时候，还在疫情的后期，他完全可以有理由说，哎，这段时间不适合聚集啊，不适合大规模的悼念，反而不利于防御。那个理由现在他没了呀。如果他再压下来，这个先把自己的喜事办完了，再去播这个丧事啊，他就面临党内外的攻击。你太没人性了！作为一个98岁的老人，啥时候死了你还得给我动起来，还得非得等你那事办完了，你还是人吗？他在面临这个质疑的时候，所以那7个小时他就琢磨。那我们就来问一下，为什么他后来不得不对外宣布了？已经到了晚上的6点钟了。可以说啊，领导人在生命的后期，这些悼词啊早就准备好了，提前都拟好了，就等着人一咽气儿就播发了。那为什么要等7个小时啊？我个人判断啊，那就是按照老习以往的性格，他一定会重演那个密不发丧。你这个时候你说大家办丧事了，谁还关注呢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呢？所以说啊，他一定想这么干，但是应该是被人劝住了。那我推测肯定他不是一个人。第一个啊，那就是现在的国师王沪宁，正国级。王沪宁是老江湖啊，而且是管宣传意识形态的。至于说蔡奇是具体管网信，整体的意识形态你还得是这种老家伙。他就讲了，既然说海内外都已经知道朱镕基去世的消息了，大家都在传，按照传播学上，你大力推广的他未必相信，这种小道消息传得更快，而且人们越容易来传这个消息。那你干脆啊，你既然压不住，就坡下驴吧。所以想啊，应该是老习采纳了王沪宁的意见，当然其他人也可能是这个想法，压不住了你就坡下驴吧。更重要的一点呢，根据以往领导人去世治丧的时间轴啊，也就是5天。你看5天以后，实际上并不耽误17号那天的人民大会堂纪念大会，先办丧事，再办喜事，事儿已至此了，这已经是最优解了。
那最关键的是，接下来一定得严查呀，谁把这消息给走漏出去了？我本来想密不发丧也不成熟了。那咱们就来看看他身边那4拨人呢，谁的嫌疑最大？第一拨人啊，咱必须得说是24小时守候在身边的301医院医护团队，这些人肯定是签了保密协议的。那第二拨人马呢，那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，他一定会实时的看着，杀手咽气儿，要及时给这个老习汇报的，那就是自己人。第三个，那就是家人。那个老太太也已经97了，恐怕在其他病房待着呢。孩子吧，一个68岁，一个71岁，这俩人有没有对外透露的嫌疑呢？有可能，但是我感觉基本可以排除，因为他们呢身上有很多的事儿，比方说这俩人长期担任在金融系统，你要说家产的话，你几百亿没有的话，我想怎么着几十亿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吧。毕竟是担任中金的董事长的人物哈，所以说他们家产既然在中国，通常不会这个时候晚节不保。你都71了，你还憋着啥反袭呀？没有那个动力。那剩下来的人呢，就是有一个团队，就是朱镕基同志办公室。中国的正国级领导人，即使退休以后，只要他还活着，无论是在医院还是在疗养机构，他都有自己的班子的。以前的节目咱讲过。秘书、助理、厨师、警卫，这都是一套成规模的系统。而这帮人呢，他也会守候在病房附近。所以这4拨人谁有可能泄露消息呢？那得看老习最终查呢。而且这个泄露消息通常他不会说老朱死了，不会，哪能这么着呢？直接把号给你封了。通常呢，他们和媒体提前花大价钱达成了一笔交易。咱比方说100万人民币，因为这个消息你要先爆出来的话，收益绝对超过100万。你100万成交以后呢，先给你打50万定金，因为他知道他有这个途径，你就发个暗号，比方说11点05分到黄色垃圾，别人就知道什么意思了。在网络上呢，这也不叫敏感词儿，这在邓小平逝世的时候已经操作过了。日本有个媒体叫共同社，他为什么比新华社还要早发出来这个邓去世的消息呢？是因为他在北京的线人他知道了这个消息，知道小姐啪啪打了个暗码，你也不知道他说啥意思最终人家就发出来了，那广告效益，那吸睛的效果大得多了。所以这次老习接下来这4个团队肯定是人人过关，没准连测谎仪都给你用上了。不过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意义不大。你无论是老习办丧事还是办你那个所谓的喜事最终都是为了明年的21大连任。最终高层斗成一锅粥对于老百姓来讲没有特别本质的区别。昨天的节目咱也讲过了，老朱你甭管他说什么地雷阵的100口棺材，最终他的角色只有一个，为党敛财，仅此而已。好，欢迎关注大卫观点和大卫看世界2个频道，咱们经常都有更新，明天再会。